在上一個視頻說明，原子由質子、中子和電子三種次原子粒子組成。重點已經講解原子的結構及各粒子的相對質量和電荷。原子核由質子和中子緊密地連結一起組成，各粒子的電荷是不同。每粒質子是帶一個正電荷。簡單記憶質子的電荷，因為質子和正數的英文字都是以 p 字母開頭，而中子是不帶任何電荷，因此是中性。記憶中子的電荷方法，同樣用英文字的方法。中子和中性這兩個詞彙，兩者的開始都是 n 字母。最後，電子具有的負電荷量，其大小與質子的正電荷量相同。留意，原子核中的兩種粒子的相對質量為一，但電子的相對質量較少。右邊的這個框框代表鋰元素，這方框內的數字告訴我們，這元素的原子共有多少粒質子。原子的原子序便是原子中的質子數量，通常顯示在方框中的左下角，用 Z 表示原子序數。Z 符號代表質子的數量，例如鋰原子含有3個質子，因此鋰原子的原子序數為3。從質子的數量，亦決定了原子屬於哪個元素。再次從方框的左上角，同時顯示出一個質量數，這個數值告訴我們，是原子的中子和質子的總和。所以，如果想知道鋰有多少個中子，只需要把質量數減去原子序，即質子數量。例如，鋰的質量數 A 為7，符號 A 表示質子數加上中子數，因此鋰的中子數目便是7減3等於4。因為鋰原子有3個質子，得出鋰有4個中子。從右側方框嘗試計算出6原子中的質子和中子的數量。6的原子序數是17，所以質子數量是17，它的質量數為35，因此中子數目就是質量數減去質子的數量，即原子序數。所以6是有18個中子，因為整個原子是中性的，電子數量必須等於質子數量，得出6亦有17個電子。我們在上一個視頻中的說明，原子中心包含一個原子核，它是由質子和中子所組成，帶負電荷的電子圍繞原子核運行。我們可以從質子的數量判定它是哪種元素。害這個原子擁有2個質子，同時原子核中有2個中子，2個電子繞着它們不停運行。觀察右圖，嘗試找出一個氧原子有多少個質子、中子和電子。我們知悉，質子的數量決定了是哪種元素，而中子的數量又有何啟示？在同一種元素，中子的數量實際上是可以不同。例如氧元素，它的原子核外的質子數目不變，但它的中子的數量可以不同。它仍然是氧元素，雖然它的中子的數量不同，因為質子的數量相同，我們稱這些為同位素。同位素的定義是同一元素是有相同數量的質子，但有不同數量的中子，被稱為同位素。某元素的同位素的化學性質相同，但其物理性質則不相同。6的同位素，最常見6的同位素635，它有17個質子、18個中子和17個電子。另一個6的同位素637，它同樣擁有17個質子，但有20個中子和17個電子，因此它的質量數為37，而不是35。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稱它為637。
因為僅在中子數量上有所不同，故被稱為同位素。它們的化學性質都是基本相同。由於中子數量的不同，因此不同的6同位素將具有不同的質量。